你有没有想过，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失落文明，也许并不在埃及，不在玛雅，而是在亚马逊雨林深处。更不可思议的是，它消失得如此彻底，以至于400多年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它从未存在过。直到近几十年，一项项考古发现，才让这段被遗忘的历史重新浮出水面。故事开始于1541年，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德奥雷利亚纳的西班牙征服者踏入了南美丛林。当时的他并不是在寻找失落文明，他只是想找到食物。他和部队在秘鲁高地与大部队失散，食物几乎耗尽，所有人都在饥饿边缘挣扎。于是他们用简陋的木材造出一艘小船，将它推入一条支流，任由河水带着他们漂流而下。他们原本只是希望找到补给，可这一去再也没有回头，因为湍急的河流将他们带向越来越幽深的雨林，进入了一个欧洲人从未见过的世界。奥雷利亚纳和他的船员所看到的一切让他们震惊不已。随着木船顺流而下，驶入后来被称为亚马逊河的水域，他们看到的并不是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而是大量的人口，数量庞大的超出想象。随行修士加斯帕尔·德卡瓦哈尔将一路所见全部记录在自己的日记中，而他笔下的内容读起来几乎像一场幻觉。他写道，两岸的聚落绵延数公里，几乎没有间断。他写道，一条条道路穿越雨林，将一座座城镇连接在一起。他写道，那里有广场，有集市。他写道，头戴羽饰的战士乘着独木舟列队而来，数量之多，甚至几乎堵塞了整条河流。他还记录了道路、堤道以及人工养殖海龟的池塘。他甚至描述那片森林本身都明显经过人为规划和管理。据他的估计，整个亚马逊流域的人口可能达到数千万。然而，当卡瓦哈尔的记录传回西班牙之后，并没有得到认可。相反，他遭到了广泛质疑。许多人把他称作幻想家，甚至认为他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试图为一场失败的探险增添光彩。长期以来，主流观点十分明确，亚马逊雨林不可能孕育出大型文明。这里的土壤过于贫瘠，生态系统过于脆弱，食物来源也不够稳定。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判断一直影响着学术界。亚马逊甚至一度被称作虚假的天堂，表面郁郁葱葱，实际上却难以支撑大规模文明的发展。直到20世纪，考古学界仍普遍认为，整个亚马逊盆地只生活着零散的小型游猎部落，他们四处迁徙，人口稀少，也几乎没有留下什么遗迹。于是，这种观点一直延续了400多年。直到后来，有人把目光投向了脚下的土地。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巴西亚马逊地区工作的农业科学家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在广阔雨林中零星分布着一些特殊区域，那里的土壤与周围环境完全不同。普通的亚马逊土壤通常呈红色，土层较薄，而且养分十分有限。普通的亚马逊土壤几乎无法长期耕种，热带雨林频繁的降雨会迅速把其中的养分冲刷殆尽。但这些特殊区域的土壤却完全不同，它们呈黑色，质地致密，富含大量有机质和木炭，而且土层十分深厚。这是普通亚马逊土壤几乎不具备的特征。研究人员把这种土壤称为黑土。真正让黑土引起关注的不只是它的颜色，而是它的组成成分。普通的亚马逊土壤经过2-3季耕种后，肥力几乎就会耗尽，而黑土却能够持续保持肥沃，时间甚至可能长达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科学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结果发现其中含有远高于自然土壤水平的木炭、动物骨骼碎片、陶片以及堆肥残留。换句话说，这种土壤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对最古老黑土层进行探测年后，结果进一步震惊了研究人员。部分遗址的年代甚至超过了8000年前。这不是中世纪留下的遗迹，也不是几代居民长期生活形成的结果，它更像是一项持续数千年的文明工程。随着研究人员不断绘制亚马逊黑土分布图，他们发现的规模已经越来越难以忽视。这些黑土并非随机出现，也不是彼此孤立存在，它们往往集中分布在河流沿岸、高地以及具有明显规划痕迹的区域。在亚马逊中部的一处遗址，黑土层甚至连续延伸了数公里。而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没有庞大、稳定且组织完善的人口，就不可能完成如此规模的土壤改造工程。
如果只是少量游猎部落在森林中迁徙，也不可能让数千平方公里的黑土持续存在数千年。土地本身似乎已经成为了最直接的证据，也让数百年来的一些传统观点开始受到挑战。或许当年的卡瓦哈尔并没有说谎，但这仅仅只是开始。2018年，一支国际研究团队驾驶搭载激光雷达莱达尔设备的飞机，对玻利维亚亚马逊地区进行了大范围扫描。莱达尔全称为激光探测与测距技术，它会不断向地面发射激光脉冲，再根据返回时间重建地表形态。在人几乎看不到10米之外的茂密雨林中，它能够穿透树叶、树枝和藤蔓，只保留真正的地面结构。它展示的是森林覆盖之下真实存在的地貌，而他们看到的景象几乎颠覆了过去几代学界形成的认知。那里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不是比喻，而是真正的城市；不是零散分布的茅屋聚落，而是拥有环形结构、广场、下沉式道路以及居民区的大型聚落，每一座都覆盖数平方公里。激光雷达调查共识别出26座城市中心，它们之间有笔直的道路网络连接，其中一些道路笔直延伸超过5公里。在这样的地形中，要修建并长期维护如此道路，需要投入极其庞大的工程量。更重要的是，这还只是一个地区，只是一次调查，只是亚马逊雨林覆盖面积中的一小部分。事实上，更早之前的发现就已经指向了这个方向。在巴西阿克里州，研究人员自21世纪初开始，就在森林砍伐后的区域发现了大量几何土方遗迹，它们是刻画在地面的巨大几何图形，包括圆形、方形以及复杂的几何结构，有些直径甚至达到300米。这些遗迹长期隐藏在森林覆盖之下，直到20世纪后期，森林被开垦为农田之后，它们才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仅阿克里州目前就已经发现了450多处这样的地化遗迹，它们造型规整，规模巨大，部分遗址距今已有约3000年历史。还有研究认为，它们的布局可能与天文方位存在某种对应关系，这意味着建造者或许对天空运行规律有着一定认识。不过，研究人员对此仍保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这些地化似乎并不是防御工事，也不像普通居民聚落，它们更可能是举行大型仪式或集会的公共场所。而这也意味着，当时这里可能拥有足以组织大量人口共同参与活动的社会结构。那么，这个文明究竟有多大？这是一个足以改变整个认知的问题。当你认真思考它时，很多事情都会变得不一样。人类学家迈克尔·赫肯伯格曾长期生活在巴西亚马逊上新谷地区，与库伊库罗人共同生活，并研究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2008年，他在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论文描述了一套彼此相连、规划极其严密的古代聚落网络。他甚至把它与中世纪的法国进行了比较。赫肯伯格团队共发现了20多个大型聚落，它们之间由宽达50米的笔直道路连接，每一处聚落都拥有中央广场、居民区、防御壕沟以及经过管理的农业用地。这些道路并不是人们长期踩出来的小路，而是真正修建出来的工程设施。抬高的堤道穿越湿地，桥梁跨越河流，整个地貌都经过人为改造，以满足交通、农业和水利管理的需要。其中规模最大的遗址被研究人员称为库湖库遗址。据估计，在鼎盛时期，这里居住的人口约为2500至5000人，而它仅仅只是20多个相互连接聚落中的一个节点。如果把这种规模放大到整个亚马逊盆地，再结合激光雷达不断发现的数百处遗址，那么得到的人口规模就十分惊人了。过去，学界普遍认为，欧洲人到来之前，整个亚马逊盆地的人口可能只有100万左右。进入21世纪后，这一估算不断被修正，不少研究已经将数字提高到500万人左右。还有一些研究者提出，当时的人口可能达到800万至1000万人，部分河流流域的人口密度甚至可能接近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目前发现存在复杂聚落遗迹的区域，总面积大约相当于整个法国，一个面积相当于法国的文明，拥有数百万人口，道路网络、农业工程、城市聚落以及大型仪式建筑。而我们直到最近才逐渐意识到它可能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曾拒绝相信它存在，因为早在1542年就已经有人把这一切记录了下来，只是后来人们把它说成了骗子。亚马逊文明之所以长期被忽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它没有金字塔，没有巨大的石头神庙，
也没有好莱坞电影里常见的宏伟废墟。亚马逊不是一个以石头建筑为主的文明，它更像是一个建立在土地上的文明，而这种区别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土地无法像石头那样在热带雨林中保存数千年，森林会一点点吞噬自己的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工程技术简单，恰恰相反，他们只是采用了另一种方式。在玻利维亚的莫霍斯地区，研究人员发现了世界上最复杂的史前农业系统之一，在约1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古代工程师修建了农田、鱼坝、运河、水库以及高架道路，用来应对草原每年持续数月的大洪水。他们把原本长期被洪水淹没的土地改造成了能够持续生产粮食的农业区，并足以养活大量人口。这里的高台农田并不小，有些长度达到数百米，并被精确抬高，使农作物始终高于洪水水位。与此同时，水稻又把鱼群引入旁边的水塘，方便集中捕捞。仅仅这些鱼坝系统就已经展现出极高水平的水利工程能力。这些人并不是简单适应自然环境，他们正在主动改造环境。在亚马逊河及其主要支流沿岸，古代居民把聚落建在高地，并系统性地改造周围地形。不少聚落外围都修建了防御壕沟，有些壕沟深约3米，宽约10米，沿着村落外围延伸数百米。聚落之间的道路也常常被抬高，高出雨林地面，即使雨季洪水来临，也依然能够通行。除此之外，还有陶器。亚马逊地区出土了大量工艺极其复杂、制作精美的陶器，其中最著名的是亚马逊河入海口马拉若岛的马拉若陶器文化。考古学家安娜罗斯福曾在那里进行了多年研究，他发现当地文明在岛上持续存在了1000多年，他们修建了巨大的人工土丘作为居住和举行仪式的平台，同时还制作出绘制精美、工艺复杂的彩绘陶器，其艺术水准足以与美洲其他著名陶器传统相媲美。马拉若岛的面积约为4万平方公里，岛上的人工土丘规模十分巨大，有些高达20米，占地面积达到数公顷。有研究认为，在鼎盛时期，马拉若文化可能在这一座岛上维持了数万人的人口规模。没有石头建筑，没有金字塔，但它依然孕育出了一套复杂的社会体系。那么，见到这一切的人究竟是谁？坦白说，我们知道的其实非常有限。亚马逊文明并没有发展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字系统，他们没有留下图书馆，没有在纪念碑上刻下文字，也没有把王室谱系刻在宫殿墙壁上。他们留下来的只有土地、土壤、陶器，以及那些幸存原住民口述传统中保存下来的记忆。结合考古发现、地貌遗迹以及今天亚马逊地区仍然保留下来的部分传统文化，人们逐渐拼凑出一幅可能的文明图景。它似乎是一个深深扎根于自然环境管理能力之上的社会。赫肯伯格研究的上新谷地区居民，其聚落布局至少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村庄全部呈规则的圆形，围绕着中央广场分布，每座村庄的入口都朝向东方。这种圆形结构并非偶然，它反映出一种宇宙观。在他们眼中，世界由一层层同心圆构成，而共同体则位于中心。村庄之间的道路也不仅仅承担交通功能，它们同样服务于仪式活动。各种宗教仪式会沿着这些道路举行，贸易也沿着这些道路进行。不同聚落之间通过复杂的交换网络保持联系，羽毛、食物、专门技艺以及婚姻联盟都在这些网络中不断流动。这并不是一群彼此孤立的村庄，而是一个真正运转着的文明网络。古代亚马逊社会的精神世界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人与森林之间的关系之上。萨满被视为连接部落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媒介，他们对于植物的认识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亚马逊原住民掌握了许多天然药物的制作方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死藤水。它需要2种不同植物共同配置，并利用2者之间复杂的化学作用才能发挥效果。直到今天，研究人员仍在探讨人们最初究竟是如何发现这种组合的。他们在农业方面的知识同样令人惊讶。黑土的制作过程需要将有机物在较低温度下碳化，再与骨骼碎片、陶片和堆肥等材料按特定比例混合，最终加入土壤之中。配比正确，土壤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肥沃，并具备持续再生能力。如果方法错误，则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创造这项技术的人对于土壤特性的理解似乎远远超出了人们过去的想象。直到20世纪后期，现代科学才逐渐认识到这一现象，并开始尝试进行复制研究。
这并不是一个在丛林中艰难求生的原始文明，相反，它更像是一个经过数千年探索，最终学会如何在地球最复杂生态系统之一中生存和发展的文明。1500年，由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率领的葡萄牙船队抵达了南美洲东海岸，消息很快通过贸易网络在整个大陆传播开来，甚至早于欧洲人真正进入亚马逊腹地。而伴随着消息一起传播的，还有另一种看不见的东西——疾病。亚马逊原住民几乎没有抵抗欧洲疾病的免疫力，天花、麻疹、流感以及斑疹、伤寒等疾病也随之扩散。在北美和安第斯地区，欧洲疾病甚至在探险者真正抵达之前就已经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亚马逊地区很可能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1541年至1542年，奥雷利亚纳沿亚马逊河航行时曾描述过一片人口稠密的世界。而当17世纪后期欧洲探险队再次进入同一流域时，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空荡荡的村落、坍塌的土木工程，以及正在重新吞没一切的森林。欧洲人到来之后，美洲原住民人口的急剧减少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灾难之一。具体数字仍存在不同估计，但不少研究认为，在1492年之后的一个世纪里，美洲原住民人口可能减少了 90% 以上。亚马逊地区人口密集，贸易网络发达，疾病很可能沿着这些网络迅速传播。整个文明并非在一天之内消失，而是在一个世纪持续不断的灾难中逐渐瓦解。城市逐渐空无一人，再也没有足够的人维护壕沟、道路、高台、农田和渔坝系统。失去维护之后，这些土木工程开始被洪水淹没，被泥沙覆盖，最终慢慢崩塌。失去了居民管理的黑土农田也重新被森林吞没，树根穿过广场，树冠覆盖道路。短短100年间，西半球规模最大的文明之一逐渐从人们眼前消失。随后400多年里，每当有人提出亚马逊曾存在过庞大文明的可能性时，得到的回应几乎都一样：雨林不可能支撑那样的文明，你只是想象过度了，你被骗了。最令人唏嘘的是，正因为这场崩溃过于彻底，才让后来的人们更容易否认它曾经存在。一个足以震撼世界的文明，也可能因为消失得太过彻底而变得难以置信。如今真正困扰人们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亚马逊文明是否存在，至少从激光雷达调查、黑土研究以及赫肯伯格等人的考古成果来看，这个问题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证据支持。真正的问题在于，面对这些发现，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它们？进入21世纪20年代以来，亚马逊森林仍在以每年数千平方公里的速度消失。那些因为农业开垦而意外发现的地化遗址，也正在随着新的开发不断遭到破坏。还有无数从未记录过的考古遗址正在消失。人类历史的一整页篇章，或许还来不及阅读，就已经被彻底抹去。甚至连亚马逊黑土本身，如今也被当作园艺土壤，在巴西市场上开采和出售。而那些土壤所在的遗址，原本记录着这个文明如何延续数千年的重要信息，一旦失去，便再也无法恢复。但亚马逊的故事带给我们的意义，并不仅仅停留在考古发现本身，它更像是在挑战一种长期以来的固有认知，挑战我们对于什么才是可能的这一假设。有研究认为，亚马逊文明曾在地球上最复杂的生态环境之一养活了数百万人口，而他们做到这一点，并不是砍光森林，恰恰相反，他们选择与森林共存。他们创造出的亚马逊黑土，如今正被土壤科学家研究，希望将其应用于可持续热带农业。莫霍斯地区的高台农田系统也正在被研究人员视作适应洪水环境农业模式的重要参考。尤其是在全球气候变化不断改变热带地区降雨规律的今天，这些古老技术再次引起了关注。一个曾经被认为根本不存在的文明，或许正为现代社会尚未解决的问题提供新的启发。而真正值得思考的，还有另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一个如此庞大的文明都能消失得如此彻底，以至于400年来无数人都否认它曾存在过，那么还有多少历史被我们忽视了？又有多少曾被当作神话、幻想甚至疯狂想法的故事，只是因为证据埋藏在森林、海洋或岁月之下，而一直没有被发现？1542年，卡瓦哈尔写下了亚马逊遍布城市的见闻。400年来，人们一直把它当成骗子，直到激光雷达的出现，人们才逐渐发现，它记录的内容或许并非空穴来风，
所以下一次，当你听到一个看似过于庞大、过于离奇，甚至与教科书不一致的故事时，也许可以先想想亚马逊，想想那位站在船上的修士，他拼命记录着眼前的一切，看着河流两岸一座又一座城市从眼前掠过，却没有人愿意相信他曾真正见过这一切。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些发现？你认为还有没有其他失落的文明仍然隐藏在我们的固有认知之下，等待未来被重新发现？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这类远古文明与历史谜团内容，也别忘了点赞和关注。